这一讲我们继续汉景帝中6年的大事件。当年呢，又下了一道减刑诏书，认为以前呢虽然又是废除肉刑又是减刑，但刑罚还是失之过重，所以呢继续减量，并且颁布垂令，也就是体罚新规，每一项都落实到细节，诸如打人呢只能打屁股，行刑过程中就算行刑者打累了，手上没劲了，也必须打到底，不能换人。总之，刑具和打法都标准化了，所有细节通通指向一个目标，别把人往死里打。《汉书·刑法志》收录了减刑诏书的详细内容，说减刑的起因是汉景帝发现有些被判体罚的犯人还没等体罚结束就咽气了，所以动了恻隐之心。那么政策的效果怎么样呢？班固有评论，说是真的救活了不少人，但有2个问题：一是酷吏只要想整人，依然呢可以做手脚；二是死刑太重，以至于很少用到。体罚里的刑罚又太轻，对老百姓起不到震慑作用。班固观察到的这2个问题，前一个算是解决不掉了，除非用机器来行刑，因为规章制度无论定得多细，多么面面俱到也是有限的，而现实社会的复杂性是无限的。至于第2个问题，相当于在多数情况下违法成本太低，这反而呢变相鼓励了违法行为。一个社会只要没有了惩罚，就没办法维持秩序。不过在编户齐民的基本国策里，人在很大程度上被束缚在户籍所在地，这样的生活环境虽然不再是宗法时代的熟人社会，但乡里乡亲只是没有了宗法纽带而已，依然是个熟人社会。而熟人社会里的社会性死亡是很要命的惩罚，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国法的缺失。当年6月，匈奴攻击了雁门郡和上郡，劫掠官方马场，汉帝国战死了2000人。胡三省在注释里讲到，汉景帝在边郡设置36所马场，归太仆管理，有官方奴婢3万人，养马30万匹。那么平均来看，每座马场大约有近1000名奴婢，养马近万匹，规模惊人。这种规模的养马显然呢有备战的意图，凡遇战马只能在西北牧场，内地养的马只能呢用来拉车。所以我们看历朝历代，只要西北牧场丢了，华夏政权的战斗力就会大打折扣。从这段记载，我们还能看到一个惊人的社会现象，那就是奴婢太普遍了。为朝廷养马的是所谓官奴婢，富贵人家呢还养着私家奴婢。先前我们看过窦广国被卖为奴隶，季布和几十个人一起被当成奴隶贩卖。晚清学者尚秉和有一部《历代社会风俗事务考》，顾名思义，归纳历朝历代那些特别醒目的社会现象，跌当汉代，说汉奴婢之多，空前绝后。如果说大规模使用奴隶劳作以及奴隶的普遍化是奴隶社会的核心特征，那么汉朝该不该算作奴隶社会，这就是一个争议问题了。古汉语里，男性奴隶称奴，女性奴隶称婢。官营牧场里负责养马呢是3万名奴婢，有男有女，身份都是奴隶。就在汉帝国大规模使用奴隶养马，匈奴侵入雁门郡和上郡抢马的日子里，上郡郡守李广和匈奴发生了一番规模不大却惊心动魄的交锋。这是飞将军李广在《资治通鉴》里的华丽亮相。李广带着100来名骑兵外出，遭遇了几千人规模的匈奴军队，双方都是猝不及防，局面就像俗话里说的麻杆儿打狼，两头害怕。汉军看到几十倍于己的敌人，害怕呢是很正常的，而匈奴看到汉军人数这么少，以为是诱敌的小分队，判断出附近一定藏着千军万马，所以也很紧张，非但没有发动攻击，反而呢上山列阵，严阵以待。汉军应该如何应对，特别考验指挥官的胆色。李广以进没退，不但主动接近匈奴军阵，而且在靠拢之后下令全军下马解鞍。要知道，骑兵一旦下了马，解下马鞍，就失去了及时反应的能力。检士兵们很不理解，李广解释说，咱们距离大部队足有几十里，想跑肯定是跑不掉的，不如做戏做到底，
让匈奴误以为咱们是负责诱敌的小分队，只要呢他们信了，就不敢追杀咱们。李广的策略就是我们很熟悉的空城计。我们看《三国演义》，看到空城计的故事，难免呢会有一种怀疑：司马懿如果头脑正常的话，就算大军不敢轻举妄动，怎么都应该派出一支小分队进城探探诸葛亮的虚实吧？是的，这才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在李广的空城计里，匈奴的反应就很正常，大队人马不动，一名骑白马的将军带着一支小分队向汉军靠近。李广呢，应变神速，带着10几名骑兵疾驰而出，射杀白马将军，然后回归本队，下马解鞍，下令士兵呢让战马窝在地上休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天色已黄昏，匈奴人呢疑神疑鬼，好半天拿不定主意。就这样耗到半夜，匈奴人终于撤了。资治通鉴采录这段内容，足以体现李广有勇有谋、沉着机智的形象。但我们不妨追问一句，在这样一个多事之秋，在危机四伏的边境地带，李广怎么就会落了单呢？李广既然身为上郡最高军政长官，行动是不是太不稳重了？李广这次落单确实有理由，只是《资治通鉴》没讲。但不管再有理由，李广的指挥风格怎么都跟沉稳2个字不搭界。李广的一生事迹最原始的史料来源就是《史记·李将军列传》，这是《史记》全书当中最出彩的传记之一。那也许没有之一，但也正因为司马迁写得太好了，文学性和情感冲击力都太强了，以至于李广身上的缺点都会被我们当成优点来看。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当匈奴大举入侵上郡的时候，汉景帝派了一名很宠信的宦官跟李广学习抗击匈奴的技巧。这样的宦官当然不会是伺候后宫嫔妃的娘娘腔，而是一名骑射高手。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某天啊，这位宦官带着几十名骑兵正在纵马奔腾，偶遇了3名匈奴人。众寡悬殊之下，正常反应自然就是冲上去小试牛刀，却没有想到汉军几十个人被这3名匈奴人几乎打了一个团灭。宦官大人带着伤跑到了李广的所在，李广做出判断，你们一定是遇到了射雕高手了。李广的原话是：士必射雕者也。射雕者是匈奴人当中的剑术大师，但应该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射雕英雄。雕是猛禽，飞行速度快，重点呢是飞得很高，远远超出了弓箭的射击距离。所以所谓射雕者，并不真的是说这些人可以弯弓射大雕，而只是一种夸张的形容。李广本人呢，就是天下无双的剑术大师，但即便是他，也没有射雕的本事。事实上，李广赖以成名的骑射功夫并不是什么百步穿杨，而是不断逼近敌人，一定等敌人靠近到几十步之内，自己有了十足的把握之后，这再一击必杀。古代战斗最重要的武艺就是骑射，其次是地面射击，总而言之都是一个射字。射箭的技术要领，要想射得远，就万箭齐发，射抛物线不需要瞄准；而要想射得准，并且射中一度目标，就只能近距离射击，射直线。如果是骑射的话，在颠簸的马背上，要想达到精准射击，距离呢就必须进一步缩短。李广呢，正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追求这种一击必杀的效果，往往身陷陷地，结果呢，或者御敌的时候被敌军重创，或者打猎的时候被猛兽弄伤。所以跟在李广身边打仗，伤亡的风险会远高于平均值。话说回来，当李广判断宦官大人遇到了匈奴的射雕者，大概是激痒了吧，带着110来号人追击过去。等追上了，李广命令手下分成左右2翼，分头包抄，然后亲自出击，以夷敌散，射杀2人，生擒1人。正是他们，果然是匈奴射雕者。那正是在这个时候，李广这支小部队遭遇了匈奴的大部队，这才有了《资治通鉴》采录的那一段惊险内容。让我们返回头来交代一下李广的出身。
他是秦国门将李信的后人，家在陇西郡成纪县，也就是汉文帝时代黄龙现身的那个地方。汉代西北地区有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6座边郡，合称六郡。六郡当中，清白人家的子弟称为六郡良家子，是朝廷征兵择将最重要的人才库。汉文帝时代，李广正是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从军入伍，抗击匈奴的，并且以精湛的骑射技艺斩首立功，获得升迁。景帝时代，李广追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很正的一些表现，以至于梁王刘武很看重他，以将军大印相授。李广没想到的是，这件事反而成为自己履历表上的一大污点。毕竟身为朝廷武官，怎么可以擅自接受诸侯王的聘用呢？避险意识必须比什么都重要。就这样，李广虽然有功，却没有得到朝廷的封赏。后来李广就任上古太守，天天和匈奴交战。有一位名叫公孙浑爷的官员实在是心疼李广，哭着向汉景帝求情，说李广才气天下无双，这样一个人才，朝廷必须小心爱护。如果由着他连番和匈奴作战的话，恐怕会过早死在战场上的。那么有了公孙浑爷这样带着泪花的真情表白，汉景帝会怎样安排李广呢？我们下一讲再见。